歡迎來到明星新聞 MKN Star News 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迪麗熱巴新劇《白日提燈》開播即炸，400歲鬼王演技封神。3月28日，備受期待的古裝奇幻大劇《白日提燈》在騰訊視頻正式開播。開播前預約量突破674萬，上線1小時熱度飆過23080萬人同時在線，這陣仗擺明了是要炸場。5集刷完，網友評價呈現出冰火兩重天的極端分化，有人直呼迪麗熱巴演技封神，也有人吐槽劇情拉胯 ，CP 感為零。但不管站哪邊，所有人都有一個共識：迪麗熱巴這回是真的把鬼王演活了，一人分飾三角，400歲鬼王的雙面人生。在《白日提燈》中，迪麗熱巴飾演的賀思慕是活了400年的幽冥之主，天生五感缺失，是一個冷漠、孤寂、強大到近乎無情的鬼王。這個角色最大的魅力在於他的雙面性，白天是柔弱無助、怕血怕疼的人間孤女賀小小，夜晚則瞬間切換成氣場全開的幽冥主宰。白天他眼神乾淨，怯生生的，連說話都帶着一絲小心翼翼，我見猶憐。一到夜晚，眼神冷冽疏離，抬手之間便是殺伐果斷，一句我的法度不可忤逆，就能讓人感受到千年鬼王的壓迫感。更令人驚嘆的是，熱巴一人分飾三角，除了鬼王賀思慕和人間孤女賀小小外，還有一個瘋批反派喬燕。這三個角色性格迥異，反差極大，但熱巴通過細膩的微表情和肢體語言，實現了無縫切換，不只是美，更是演技派。很多觀眾看完首播都驚呼，迪麗熱巴又一次刷新了自己的古裝天花板。無論是紅衣白髮的鬼魅造型，還是素衣淡妝的清冷模樣，她都完美駕馭。劇中27套高定戲服輪着來，融合敦煌紋飾與哥特美學，襯得她身姿挺拔，氣質絕塵。尤其是幽冥造型，眉間花鈿，紅衣似火，一出場就美上熱搜，被網友稱為內娛古裝天花板。但《白日提燈》裡的迪麗熱巴絕不只是美這麼簡單，她的演技成為全劇最大亮點。鬼王淡漠疏離，賀小小茫然無辜，喬燕狡黠挑釁，情緒傳遞高度依賴眼神。同一張臉卻讓人屏住呼吸，細節把控精準到讓人起雞皮疙瘩。更讓人驚豔的是她的原聲台詞，鬼王聲線低沉威壓，賀小小軟糯輕柔，台詞清晰富有故事感。被讚無需字幕也能聽清情緒。央視網也點名肯定了他在劇中的表現，認為其憑借精準眼神戲、原聲台詞、瞳孔震顫等細節表演，正在撕掉流量標籤。從演員到創作者，熱巴藏的大招。除了演技上的突破，迪麗熱巴還在這部劇中展現了幕後才華。據透露，劇中賀思慕的閃現鏡頭前一秒，她還穿着青綠羅裙，眼神懵懂；下一秒鏡頭一閃，紅衣白髮的鬼王突然現身，正是熱巴親自設計的。她還特意與導演反覆溝通光影效果，力求每一個細節都能凸顯角色的神性與瘋批氣場。從演員到幕後創作者，迪麗熱巴用實力證明了自己不僅擁有顏值和演技，更有着超強的審美和創意能力。雪中舞劍，400歲鬼王的少女感。開播前流出的雪中雙人舞片段中，熱巴一襲白衣翩然起舞，腰肢輕轉間自帶仙氣，劍穗掃過雪地的瞬間，清冷氛圍感直接溢出屏幕。明明演的是活了400年的老妖怪，卻愣是跳出了18歲少女的靈動勁兒。這種年齡 vs 身材人設 vs 現實的強烈衝突，讓他的角色瞬間立體起來。爭議與質疑，口碑兩極分化。當然，《白日提燈》並非一面倒的讚譽，最大的爭議點在於劇本改編。原著結局是 BE 鬼王永生孤獨，
那是整個故事的宿命感和悲劇內核。劇版強行改成 HE， 讓鬼王化凡相首，引發原著粉強烈不滿，豆瓣74%的差評都集中在這一點上。另外，熱巴和陳飛宇的 CP 感也備受爭議。兩人同框時，彈幕裡飄過最多的4個字是疑生戀既視感。該劇的敘事主線模糊，敘事推動力嚴重不足，觀眾不知道劇情將往何處去。瑕不掩瑜，熱巴的突破值得肯定。儘管劇集存在爭議，但迪麗熱巴的演技突破幾乎獲得了全網一致認可。從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靈動俏皮的鳳九，到《長歌行》中飒爽堅毅的李長歌，再到如今兼具神性與瘋批感的賀思慕，她一直在突破，一直在轉型。這次徹底不一樣，瘋批美人、反派大女主，這種角色風險其實很大，一不小心就會被罵油膩、用力過猛。但熱巴完全沒有，她用細微的眼神、身體動作，把角色的風和美都演到骨子裡。好劇不怕吵，就怕沒人討論。5集下來，好評罵聲撕得死去活來。誇的人說造型封神，演技炸裂，東方美學到位；罵的人說 CP 感為零，改編魔改，濾鏡勸退。白日提燈能炒成這樣，說明他至少有讓人上頭的點，也有讓人下頭的雷。當頂流女神迪麗熱巴遇上備受期待的古裝奇幻 IP 白日提燈，這本該是一場預定的爆款盛宴。開播首日，該劇在騰訊站內熱度火速突破26000，空降貓眼熱度榜冠軍，將同期的《竹遇你好》1983等熱門劇集暫時甩在身後，彰顯了迪麗熱巴毋庸置疑的收視號召力。然而，高熱度之下，口碑卻呈現出一道刺眼的分水嶺。觀眾湧入，卻帶着滿滿的槽點與困惑離去，主要集中在3個方面：拖沓的敘事節奏、令人出戲的主演 CP 感，以及那層被瘋狂吐槽的慘白濾鏡。這場萬眾矚目的回歸秀，似乎陷入了一種叫做不叫好的尷尬境地。敗筆1，劇情節奏鬼王的步調比凡人還慢。迪麗熱巴此次挑戰的角色頗為帶感，飾演已存活400餘年、天生無五感的萬靈之主鬼王賀思慕。為追查手持故人遺物破望劍的少年將軍斷須陳飛宇氏的真實身份，他偽裝成柔弱孤女，主動接近，並與之結下五感相連的契約。一個是歷經滄桑、心思深沉的古老鬼王，一個是意氣風發、背負秘密的少年將軍。兩人從互相試探到各懷目的的互撩，本該充滿張力與趣味。然而，首播的5集內容卻將這副好牌打得有些溫吞。劇情花費了大量篇幅描繪鬼界的權力架構，展示賀思慕處置下屬的威嚴，以及斷須在戰場上的英勇場面。這些場景單看頗有亮點，迪麗熱巴演繹鬼王時的清冷與睥睨之態也氣場十足。但問題在於，主線劇情及兩人核心的五感契約牽絆，彼此身份猜疑與背後的巨大陰謀推進速度卻如老牛拉車。許多配角支線劇情的穿插，進一步稀釋了主線懸疑感。觀眾抱着探究鬼王與將軍前世今生的期待點開劇集，卻被冗長的背景交代和分散的敘事弄得有些疲憊，缺乏那種一擊入坑、迫不及待想知道後續的鈎子。有劇迷調侃，鬼王活了400年，動作慢可以理解，但劇情節奏不能跟着一起修仙啊。雙引號。敗筆2 CP 感之謎，是姐弟戀還是移植戀？這或許是白日提燈面臨的最尖銳批評。迪麗熱巴的美貌毋庸置疑，其濃顏細五官在紅毯上向來是大殺四方。但在此劇中，過於清瘦的體態導致其面部在某些鏡頭下出現雙頰凹陷、淚溝明顯的問題，這讓她本就偏成熟大氣的長相更添了幾分疲態和年齡感。當她飾演的賀思慕需要偽裝成10幾歲的天真孤女時，
這種外貌狀態與角色設定之間產生了嚴重的違和感，演技雖盡力在演，但外形已讓人難以信服。而陳飛宇飾演的段須少年將軍的設定需要英氣與鋒芒。陳飛宇的表現中規中矩，但當他與迪麗熱巴同框時，兩人之間不僅缺乏情感流動的化學反應，更在外形和氣質上呈現出一種奇特的斷層。儘管劇中本就是姐弟戀設定，但部分觀眾尖銳地指出，兩人同框更像移植戀或上下集，而非暗流湧動、彼此吸引的宿命伴侶。迪麗熱巴的鬼王氣場過於強大且成熟，陳飛宇的少年感則略顯單薄，雙方像是處在兩個不同的頻道上，各美各的，難以讓觀眾帶入並刻到那種致命的吸引力與性張力。CP 感的缺失，對於一部以情感拉扯為核心看點的奇幻劇而言，堪稱致命傷。敗筆3：陰間濾鏡與粉底液將軍的慘白世界。如果說劇情和 CP 感是內傷，那白日提燈的視覺呈現則是直觀的外傷，且傷得不輕。該劇的後期調色濾鏡遭到了觀眾的集體吐槽。為了營造鬼界與人界交織的詭譎、清冷氛圍，劇組大量使用了高亮度、低飽和的輕灰白色調。本意或許是追求高級感和玄幻感，但結果卻是過猶不及，整個畫面呈現出一種不自然的慘白狀態，仿佛蒙上了一層厚厚的劣質粉底。演員們在這種濾鏡下深受其害。迪麗熱巴的諸多特寫鏡頭中，皮膚紋理被抹得一絲不剩，如同精緻的瓷娃娃，失去了肌膚應有的質感，與旁邊未過度磨皮的配角同框時，對比慘烈。陳飛宇也沒能幸免，少年將軍應有的血氣方剛，在濾鏡下變成了一張毫無血色的冷白皮，被網友戲稱為繼竹玉張凌赫之後又一位粉底液將軍。這種全程高強度美白磨皮的濾鏡，不僅讓演員五官失真，演技細節被掩蓋，長時間觀看更容易造成視覺疲勞，仿佛整個故事都發生在了一個沒有陽光、缺乏生氣的陰間片場，嚴重影響了觀劇體驗。總結：頂流光環下的品質焦慮。白日提燈開局的高熱度與兩極口碑，折射出當前古裝劇市場的一個典型困境：擁有頂流配置、熱門 IP 和宏大世界觀，卻可能在最基礎的敘事節奏、演員搭配與審美細節上出現偏差。迪麗熱巴的個人突破值得肯定，但劇集整體並未能成為她繼《榮耀》後的又一代表性力作。對於觀眾而言，他們已不滿足於簡單的明星堆砌和視覺轟炸，更渴望一個邏輯自洽、節奏得當、主演之間有火花的好故事。目前該劇僅播出初期，後續劇情若能加快節奏，深化主角羈絆，或許能挽回部分口碑。但開局這3板斧慢節奏、弱 CP、強濾鏡確實給這部備受期待的作品潑了一盆不小的冷水。迪麗熱巴的鬼王之路能否逆風翻盤，還需拭目以待。畢竟，在挑剔的觀眾面前，頂流光環從來不是萬能免死金牌，扎實的劇集品質才是真正的破望鍵。衝着熱巴的顏和演技去，血賺；衝着東方奇幻美學去，不虧；衝着原著還原去，大概帥得罵街；衝着 CP 賀堂去，建議先看片段再決定。好不好看，自己看2集，心裡就有數了。畢竟，能把一個400歲的鬼王演得又美又飒，還能上熱搜，這種本事可不是誰都有的。感謝您觀看視頻，請訂閱我們的頻道以支持我們。